翠梅，这是我能为你做的最后一件事了。翠梅，翠梅，翠梅，翠梅！我杀了你！你不能杀他！为了翠梅，为了宁香，现在是时候该你还给他们了。王伦，你可知大东家是谁？我管他是谁，我只知道他是我的仇人。他杀了翠梅，还有宁香。那只是他找的一个替代品。什么替代品？宁香就是宁香。王伦，你别傻了。这个女人靠贩卖阿芙蓉为生，她隐姓埋名，选中妓馆，想利用妓馆的犬马声色来达到扩大生意的目的。不料这个时候却被你给看中了，还发现了他们贩卖阿芙蓉的秘密。为了脱身，她在你面前演了一出苦情戏，还找了一个替死鬼，假装惨死，并且毁容在你面前，替她自己的死做了最好的见证。不可能，你们俩都在胡说！你们俩都在胡说！他说的都是真的。我在宁香房间的床尾处发现了大量飞溅的血迹，这说明在你进房间之前，那里还有另外一个宁香。你还真的是个愚笨之人。之前有假山落石，你救我一次，我就知道你喜欢我。但若是继续纵容你纠缠，定会坏我大事。因此我就制造了马车失控和船舱漏水。可谁知道你命大，活了下来。如果我当初杀了你，你就不会回来毁了我，毁了我的阿芙蓉。所以你从来都没有喜欢过我。我就是利用你，利用你这个傻子。你为什么回来？为什么？我就是个傻瓜，我都干了些什么？刘灿交易的东西，是不是在你手上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我跟他只交易过阿芙蓉。1年前是我的错，现在我欠你的，我都还给你。爱情就像阿芙蓉，当你吸食后就会上瘾，一旦上瘾之后就没有退路了。那就别让自己上瘾。娘子，你现在越来越过分了，竟然还学会了夜不归宿。你昨晚去哪儿了？害我一顿好找。婉绿，你别吵了，再吵我把你给吵了。你敢？你这衣服可真脏，快去洗干净。这可能是我刚才收拾您桌上的砚台沾到了墨迹。那第3个死亡预告会在什么地方呢？是墨迹。柳灿是个商人，佩囊里怎么会有那么多墨迹？还有那么多书。柳灿一直以香料商人的身份做掩护，但这佩囊里除了沉香味，却没有其他香料的味道。这小刀很容易就能将这佩囊划出痕迹，但这内皮里只有浅浅的几道刀痕，感觉
这佩囊除了香料跟这小刀之外，其他的都跟柳灿的商人身份不符。君子敬而不争，不与小人为伍。当时我气愤地拿起我的佩囊，我拂袖而去。这佩囊不是柳灿的，是桑尘的，他拿错了。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。窈窕淑女，君子好。哎，你们干嘛呀？放开我！你们这是小人！大人，看来我们来晚了一步。柳灿的接头人拿到随后之珠后，一定会立刻出城。马上下令，即刻封锁城门，不许任何人进出。命令牵牛卫全城搜索可疑人员。让开！封城了！还有事儿呢，快点！这次一定要帮我找到我娘的墓。您放心，一定帮您打听到。走。日后见你，如果对我无礼，我就杀了你。你是杀手，我可从来没有告诉过萧总。带着他，不许丢掉。一定要严防死守，不许任何人进出城门。是。大人，发现可疑字条。呈上来。是。我被绑架。大人，我指的是谁？这种麻竹纸，我只在桑城的书院里见过。难道是桑尘被绑架了？白衣。大人，搜。是。大人，娘子，您找夫人的墓已经找了这么多年，也不在一时，要不先休息一下吧？这些人只拿钱，没有一个人找到我娘墓的，都是些骗子。娘子，有官府的人找你。看来这个萧人鱼是找到那名书生了，让他进来吧。然娘子。我是萧大人的手下，现在在城外发现了桑尘的尸体，萧大人请您过去一趟。又有银子挣了，哼！君子怀德，小人怀土。你们虽然身为官吏，但却做着小人的勾当，先是污蔑我有罪，现在又用小人之刑将我绑架。我是君子上打，你们是小人下打。这个是你写的吗？分明是有人临摹了我的字迹，但用词低俗，笔触无力，凡夫俗子怎能领悟到我的风骨？
不是你写的。糟了，是调虎离山。站长，然后是什么？好，走吧。站长，停！走吧，走吧。在下是刑部侍郎萧大人的手下，正奉萧大人之命，带仵作出城验尸。请出示通行符牌。谢谢大人，谢谢大人。走得急嘛，忘记带了。等一下，娘子，我忘带通行符牌，不让出城。但大人事急，我不敢耽误。还请问娘子是否有通行符牌？官府的人怎么会有雕青？关城门，拦住马车！小心！保护大人！给我追！大人，你没事吧？这次你反应的倒是挺快的嘛。不，还是晚了一步。难道你不是担心我才来的吗？你老是这样找麻烦，就算我多一双手脚，也来不及救你啊！他们为什么要送我出城？他们着急要送出城的，恐怕不是你。带着他，不许丢掉。拿去吧，这就是你们要的东西吧？你不觉得你需要解释一下这个东西为何在你身上吗？那我要解释的可就太多了。东西既然拿到了，你们就别问了。哦，对了，多谢大人救命之恩。大人，就这么放过他了？谁说我放过他了？这到底是谁送给冉颜的？大人，为什么有人要借冉仵作之手，将这玉簪运出城？这玉簪里竟藏着一颗珠子，难道这就是咱们一直要找的随后之珠吗？这个是假的，真正的随后之珠会微微发热，而这颗则毫无温度。大人，我们一直在追踪柳灿，可他现在却卷入阴魂案，被王伦杀死。这样一来，我们的线索不就全断了吗？马上把此事密报给陛下。是。首领已确认，柳灿手中的随后之珠是颗假珠。你告诉首领，以萧宋的能力，应该很快就会找到随后之珠。火棘社只有得到此珠，才能找到宝藏，有了宝藏，才能建兵反唐。因此，一定要让首领在萧宋之前找到此珠。是。
你是怎么找到这里的？上次你受伤的时候，我在你身上发现了竹叶，那是丹竹的品种。全苏州常有丹竹的地方我都找过了，所以我现在在你面前了。我上次不杀你，不代表这次不会杀你。上次是你利用的我，要将玉簪送出城，差点害我送命，你欠了我。好像有人说过，从来不欠女人恩情的。我是有事情找你帮忙，我想让你绑架苏家庶子苏福。你为何要这样做？因为我不想嫁。就因为他是庶子？礼法我都不在乎，更何况一个称谓，我连他面都没见过，所以对他没有任何偏见。我还不能嫁，我还有事情要做。你就答应我嘛，求你了。好，我答应你。真的？那说好了。大人，刘刺史有要事禀告。让他进来。是。大人。萧大人，太仓县发生了一起离奇命案，死者是……大人，死者之一就是这个人，庄必凡。妍儿果然是倾国倾城，美艳动人，披上这喜帛呀，更好似仙女降凡于人间。如果美玉要是在这儿的话，定是羡慕不已呀。多谢您夸奖，如您心生羡慕，不如换成美玉来成亲。这婚事是商榷好的，新娘怎么可以随意更换呢？商榷好的？不知您与谁商榷？我这个当事人怎么不知道有此婚事？莫不是苏家来提亲？你觊觎苏家势力不好得罪，又因是庶子提亲，舍不得自己妻女嫁去有失身份，所以拿我这只替罪小羊来安抚苏家。妍儿，你多心了。为娘的手心手背都是肉，即使不是亲生的，也无分别啊。我看您是司马昭之心，路人皆知啊。哎，妍儿啊，今天是你大喜之日，不可口出狂言。是，爹。婉律，好生伺候小姐，花轿一到，马上出嫁。是。是这儿，先生，就是这儿了。机巧忽若神，巾帼不让须眉。皮肉在此，外可度量，窃寻而得之。先生，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这句话的意思是指，尸体的尺寸和重量是可以具体描述的。雅娘子不但可以进行具体的描述，还可以找出尸体的真正死因。虽然我娘说女子不能与尸为伍，但冉娘子就是我心中的神女。如此这般厉害，哼！我倒是要看看是个凶神恶煞，还是个地狱母夜叉。娘子怎么办啊？这回
花轿都闭门在前了，再无回天之力了。老爷到底怎么想的？非把您嫁给那苏家庶子。再怎么说，也轮不到您这冉家嫡女嫁过去啊。西面、北面都找过了，还是没有找到我娘的墓。看来，下次得集中精力在东面和南面找了。娘子，这都火烧屁股了，怎么还不当回事儿？如果那苏府长得玉树临风，那还好些。好在哪里？好在是美男，起码养眼啊。那送你。娘子，你别闹了好吗？咱能谈正事儿吗？您怎么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，就好像那苏家不会来迎亲似的。没错，他们今天绝对不会来迎亲。怎么可能？娘子，您不会又犯坏水了吧？知我者，婉绿也。娘子，您这回坏水不会又殃及我这个无辜吧？我让人把苏府给绑了。绑架？哎呀，你这么大声，是不是要让全天下的人都知道我把苏府给绑架了？过了迎亲的时辰，自会放人。所以，他们今天根本不会来。迎亲、结婚、生女，娶个验尸之女为妻，这是几家欢喜几家愁啊！不知这验尸悍妻又要掀起一场怎样的腥风血雨？先生，何谓悍妻？这悍者为凶狠、蛮横，见人便打。冉娘子不是悍妻，是神女。稳住！伪装。别告诉我是苏家的人来了，恐怕是。那个人不讲信用。哎呀，意思就是娘子，你失手了呗？失策，就不应该相信那个玉树临风、道貌岸然的人。36计走为上策。婉略，我撤了。娘子！哎呀，恭喜冉老爷，恭喜冉老爷！姨娘辛苦了啊！各位辛苦！小女正在梳妆，马上即可出发，各位暂且稍待。管家，快给各位赏钱！赏，快！桃之夭夭，灼灼其华。之子于归，宜其世家。错矣，冉娘子如是悍妇，应是累其世家。唉。蓝田种玉本是喜结好事，可叹女子无才便是德，女子有德便是。转冕流经，光润玉颜，含慈未吐，气若幽兰。翩若惊鸿，宛若游龙，华容婀娜，令我忘餐。敢扯我裙子！悍妻！牡丹泉下岛，做梦也风骚。登徒子！给我站住！如果你今天敢逃婚，我就把婉绿带到奴隶市场卖给色目人。老爷，不要啊！娘子，救我！起床啦！我怎么了？你被悍
汉气打晕了。啊，不是汉气，是神女冉娘子。啊，冉娘子现在在哪儿？冉娘子被迎亲的抬走了。啊！冉娘子，我喜欢你。这人脑子不会是有病吧？哎，干嘛？松手！哎，冉娘子。看来这次是躲不掉了。冉娘子。怎么停了？难道已经到了苏家？我的狐狸新娘，还喜欢这场浪漫的婚礼吗？是你娶我？哦，你希望是我呀？不对，是苏家的人迎亲。你跟苏家什么关系？非亲非故，非朋非友。那你这算是抢亲？萧人宇，我只知道你仗势欺人，没想到你居然干出这种欺男霸女之事。看来本官错了。本官还以为狐狸你不想嫁给苏家那个庶子，所以做个顺水人情，派人假扮成迎亲的队伍，去把你抢过来。萧人宇，要嫁不嫁是我的事儿，你身为刑部侍郎，知法犯法。然后呢？与庶民。然后呢？同罪。你穿新娘服的样子，还真是倾国倾城啊！我已经名花有主了。苏家根本没人去迎亲。什么？老爷，我看这妍儿已经出嫁了，这院子空着也是可惜，不如给美玉做个梨院，让她有空也好来这儿种种花草。这女大不中留啊！既然已经出阁，那这里的一切就全交于你处理吧。谢谢老爷对我的信任。老爷，夫人，苏家有人前来送信。苏家？老爷，是不是妍儿又闯什么祸了？苏家庶子苏福于2个时辰之前失踪，到现在还没有找到，他们已经报了官。那外面迎亲的是怎么回事啊？这是谁迎的亲啊？太好了，太棒了！你好像很高兴哦。本官现在开始怀疑，苏福失踪是你一手策划的。你可不要血口喷人，本姑娘才不会干那种缺德的事儿。反正人也失踪了，我也不能出嫁，事情总算告一段落了。我先走了。你穿成这个样子，荒山野岭的，你想去哪儿啊？你想干嘛？本官的品味没那么低。整天穿着绫罗绸缎，生怕别人不知道你是长安城来的有钱人，臭显摆，就是一只人鱼派。人鱼派？没品位，没素质，没教养，整天到晚装官派的人鱼。你呢？就算穿着绫罗绸缎，
也变不了凤凰，还是一只口无遮拦的野狐狸。你不跟你废话了，快送我回去！本官大费周章把你抢过来，是要让你验尸的。又有人死了。本官抢亲呢，是为了帮你。帮我？你这是害我！苏福失踪，我未嫁还好说，顶多落个风言风语。可是你玩抢亲，全苏州城的人都知道我冉颜嫁了，那要是没人娶我，你负责吗？哎，你想嫁的还是我呀？哎，人鱼派怎么这么自恋？公私得分明，要验尸先给钱。真是个贪财的狐狸！一手交钱，一手验尸。验完尸体，找出真相，1文钱都不会少给你的。不过你要有心理准备，那几具尸体有古怪。萧大人，这位是李县城李大人，这位是我的私人仵作冉颜。可以开始了吗？我已差人带来验尸工具，随时可以开始。我需要了解案发的经过。是这样，昨夜寅时许，有一农夫经过此地，发现了这4辆马车。打开马车一看，结果一夜之间，4个活生生的人皆变成了4具腐烂的尸体。但是奇怪的是，身上所穿的衣物却并没有变化。这4个人什么身份？蓝色马车内是锦绣坊的绣娘，名叫花旭婉，今年25岁有余。红色马车内是稳婆魏四娘，今年50岁有余。绿色马车内是祥云庄的掌柜的，名叫卜子孝，也是50多岁。最后一个黄色马车内是金铺掌柜的，名叫庄必凡。可有家人报官？没有，因为这4人皆是1年前来到此地，只有远亲，可是远亲也联系不上。肖人鱼，把这4具尸体从马车上抬出来。肖人鱼，老规矩，我说你记。我家大人身份高贵，怎可做此事？你们家大人身份高贵，难道我这当仵作的就身份下贱？你们当捕头捕快的就身份低微？大人，还是我。开始吧。哎，等等。这是麻油，避臭秽用的。拿起来。卜字孝，身长6尺3寸，尸骨严重腐烂。拿水来，要干净的。把尸体冲洗干净。尸体严重腐烂，用清水可以去除它们身上的秽污跟蛆虫。奇怪，把他们的衣服都脱了。他们竟然都受过折情。把尸体冲洗干净。尸体严重腐烂，用清水可以去除它们身上的秽污跟蛆虫。
奇怪，把他们的衣服都脱了。他们竟然都受过折刑。折刑就是分裂四肢，这种酷刑手段残忍。这4具尸体都受过折刑，凶手到底跟他们有怎样的仇恨？把他们都翻过来。后颈凹痕扁长，深达2寸。这凹痕看上去像是斧头砍的。奇怪，如何奇怪？这4具尸体有无血亲关系？并无。这4个人分别是秀女花絮婉、稳婆魏四娘、饭庄老板卜自孝、金铺掌柜庄必凡。为何他们的骨节会大于常人？4具尸体，不论男女，手骨都比一般人还要粗大，更像是干粗活的人。主席，他们4个人生前是否相识？回大人的话，此4人居住在苏州城中东南西北4个方向，生前并不相识，也无交往，没有来往。可身体特征却如此相像，这是为什么？帮我把花絮婉的身体再翻过来。叶子，是一截腐烂的手指头，看起来像是右手尾指。或许是花絮婉死前咬了凶手一口。白毅，主旗，彻查全城，凡有小指断裂之人，立刻进行调查。是。大人，全部装箱，带回去。是。我想不到凶器是什么，不过有一点很奇怪，正常的尸体是不可能一夜就腐烂的。这4具尸体会是那4个人吗？我这师傅老吴平时没什么爱好，就喜欢圈养个尸体，收藏个凶器。这些个刀啊、剑啊、铲什么的，只是他一部分的收藏。只要你一一试过，就能找到砍死那4个人的凶器。我是？这里除了你，就只有一位老人，还有我这个小女子。契约上写明了，你负责验尸，找出真相，我负责给钱。这找出真相呢，好像也包括了找出致命的凶器，所以这个实验恐怕要狐狸你上啊。小人鱼，你别欺人太甚。不想要钱了？你这是威胁。本官要去用膳了。哦，对了，麻烦狐狸你务必在本官用完膳之后，告诉本官结果。
身孕，早晚有一天把你给炖了。看来这丫头把猪肉当成某人了。我倒是很好奇啊，吴大叔，你如何忍受这只狐狸的暴力之癖？跟您说句掏心窝子话，就这丫头，比那厉鬼都难缠。这10几年我被她折磨的，简直是生不如死啊！哎，虽然我是师傅，她是徒弟，其实我这师傅没少受她气呀。我喝酒，她抢我酒杯；我去收那奄奄一息的病尸，她可倒好，跑过去给我来个悬壶济世，把人救活了。好容易遇到一具真尸体，哎，他又看人家可怜，免了人家的敛尸费。哎，遇到这丫头啊，我想挣点钱，简直比登天还难呐！这番话听起来像是在骂他，不过仔细想想，倒像是在夸他。夸不夸的？不过这丫头确实有慧根。记得她当年小年纪求我收她为徒学收尸，那果敢，那坚定，还真不是一般孩童所具备的。本官倒想听听，他是如何坚持学艺的。一切皆是天注定。那年，他只有6岁。这丫头跌跌撞撞地在乱坟岗中寻找她母亲的坟。我看到的时候，她已经累得晕过去了。妍儿，妍儿，妍儿！我看她可怜，就带她回家医治。哎呀，发烧了，得马上医治，快走！本以为没救了，没想到这丫头如此坚强，竟然活了下来。伯伯喝茶。哎呀，真乖！这丫头看着柔弱，这个呀，却偏偏是一副男儿胆子。这叫蟾蜍，可以把它做成药材啊。那这个呢？竟然对死物充满了好奇，非要留下来跟我学验尸。我本不想收他，谁料来，走。这世上怎么会有如此坚定的女娃？所以我才收她为徒。不过这女娃也未辜负于我，天赋极高。仅仅用了3年时间，便将我技艺全部学会，我都自叹不如。他还有个哥哥呀？是他的堂兄，叫冉云生，一直在帮我照顾他。可惜呀，后来跟着他父亲去了长安城。不过每年都会托人捎东西回来给丫头。这兄妹俩感情颇为深厚。即使是为了找出真相，但她身为冉家嫡女，也算是苏州一带的富家之女，为何要坚持学这个收尸验尸之技呢？这全是因为丫头的母亲去世。哎呀，洗手了吗你？这大人见笑见笑，这丫头被我惯坏了。没关系，本官已经习惯了。大人你也吃点。哎，别喝别喝，别你不能喝。哎呀，我渴吗？不是，你不要！我啊！你师傅是不是有病啊？你过去点。你要干嘛？你过去点嘛。我怎么就找不出那个杀人凶器呢？到底是什么呀？我怎么想不到呢？我怎么就……
啊你！好突兀啊！我要剖尸，我还要杀人呢！我要剖尸，这样就知道他们什么时辰死的。你想通过他们腹部残留的食物，来证明他们4个人不是庄必凡他们，而是另外4具尸体。萧大人，身体发肤受之父母，即使已成亡魂，要毁其身体，是否会略显不妥？我觉得刺史大人言之有理，4人亲属皆未到场，我们就贸然剖尸，于情于理都不妥当。亲属何在？回大人，这4人的亲属尚未找到，至今也无人来官府人事。吴指人呢？回大人话，还未找到。冉颜，该你了。天凤3年，汉帝王莽唆使太医尚方与巧图共哭包之王孙庆2度5脏，以竹盐捣其脉，之所始终。曹操患头疾，神医华佗提出先饮麻沸汤，然后用利斧砍开脑袋，取出风涎，方可除根。以上2个例子足以证明，早就有人尝试解剖之计。我今天提出剖腹取实，验证死亡时间之法，只不过是为了查明真相，替死者鸣冤。我相信4位死者如果在天有灵，一定会支持我的做法。除非有人不想查明真相，想草草结案，欺骗本官。岂敢岂敢！既然是为了查明真相，下官愿意支持。下官定以萧大人马首是瞻，萧大人让验，下官绝不敢拦。好一句马首是瞻呢！想把责任全推到本官身上。下官惶恐，大人，下官并无此意呀。好了，冉颜，你可以开始剖尸。不过你要知道，如果你剖解尸腹还是不能确定死亡时间的话，那么这个责任我一力承担。好，开始吧。结果如何？回大人，这4具尸体内的食物全部腐烂无踪。肌肤能用外物腐蚀，可内脏食物怎么可能一夜腐烂？除非他们不是昨晚死的，而是死亡半年以上。这怎么可能？这4人明明昨天还活着，很多人都可以证明这一点的。果然被替代了。看来我们得去这4人家里拜访一下了。查案不归我管，如果你付我银子，我就考虑一下。秋后算账，你也得去。为什么？人手短缺。这秀女为何要做个高道，悬着腿舒服吗？奇怪，卜自笑身材短小，为何会将笔放在这么远的位置？
庄必凡身长魁梧，为何这衣衫如此瘦短？魏四娘身长5尺6寸，怎么会用这么长的倍数？这4具尸骨不是那4个人，有人利用4具已经死亡半年以上的尸体，替换了那4个人。可现场除了4具尸体以外，再无其他人。再说，凶手要是真利用4具腐烂的尸体替换了这4个人，那么现场除了这4辆马车驶来的车辙印，并没有其他痕迹。凶手是怎么带走这4个人的呢？再看这些马蹄印，这些马蹄印杂乱无章，根本看不出来有几匹马来过或者离开。主席，在。案发之后，可曾有人来过？回大人话，案发后，李县城派人封锁了这儿，不曾有人来过。4辆马车的车轱辘，可有拓印？有。这是庄必凡的马车车辙印，可这个印记跟车轮上所踏下来的车辙印，两者并不相符，看起来倒像是2辆马车叠加的痕迹。难道说凶手的马车与庄必凡的马车车轱辘是一样宽的？他是沿着庄必凡所乘马车的痕迹带着尸体离开的。很有可能。顺着这个痕迹，应该就能找到凶手。或许那4个人还活着。凶手手段残忍，你还是留下来比较安全。主席，在。带你的属下留下来，保护冉武座。是。其他人，跟我走。大人，这些车辙印都指向了不同的方向，这样的话可怎么追啊？你看这个痕迹，是一道心痕，应该是这个方向。走，走。朱七，朱七，朱七，快醒醒！朱七，朱七！大人，现在地面上一点痕迹都没有了。大人，大人，大人，您怎么了？那个声音，声音？没有声音啊，大人。大人，大人，大人，不行，您得回去治疗，别再走了，大人。不，我要去找他，找到那个声音。走。是哪儿啊？这么黑，我怎么喘不上气来？我现在身在苏州城内，是谁要绑架我？大人，
这车怎么如此奇怪啊？大人，出事了，杨武头被人抓走了。这位公子，不如买一只珠钗送给你家娘子呢。来点烧饼。不用了。公子，你再看一下吧。是他。真的不用。谢谢。你只是中了迷药，半个时辰以后便会没事。谢谢。那些人为什么要抓你？庄必凡、刘灿，我也不知道。我帮你回去。放下他！我是他的夫君，苏福。大人，你就放他这么带杨武座走啊？老爷，您还是喝碗热汤吧。你一整天都没有用膳了。我现在没有心思喝汤。你说这言儿怎么现在还没有消息啊？开门！赶快去禀报老爷和夫人，小姐找到了。啊！老爷，小姐找到了。啊，在哪儿？言儿。哎呀，这成何体统！来人，赶紧把小姐抬进去。这位郎君和我们家言儿是什么关系啊？天色已晚，在下告辞。这什么人啊？连身份都不报！老爷，这言儿在外边不会跟这男人的？哎呀，住嘴！你醒了？哎呀啊！我头疼，头好疼啊！婉绿，你以为你装头疼
我就不问你去哪儿了。起来。是刑部萧大人让我去验尸。什么？你现在不光收尸，你还验尸，这太不像话了。妍儿，你可是冉家的大小姐，那仵作是干什么的？那是下三滥的事情。你这不是诚心作践自己吗？验尸是帮助死者找出死亡真相，还他们清白，这怎么是下三滥的事儿？这明明是积德行善的事儿。胡说！你马上辞去这仵作一职，踏踏实实的嫁到苏家去。苏福不是失踪了吗？你夫君的名字那也是你直呼的吗？天不知耻！我这个做父亲的叫你无方啊！老爷，你一个人管着这一大家子，你哪有空顾得上妍儿啊？要怪也得怪我管教无方。妍儿，苏家来信儿了，说苏福出门办事，半路病倒了，并无大碍，等过些日子身体好些了，就给你们完婚。找个借口欲盖弥彰。你说什么？你说谁欲盖弥彰呢？你现在还好意思说别人呢？你看看你现在是什么德行？人家女儿天天在家闭门做女工，你呢，整天舞刀弄药的摆弄个尸体。就是你亲娘活着，她也不允许你这么做。我以为你已经忘记了我娘。妍儿，就算老爷把你娘忘掉了，那也是理所应当的。毕竟现在我是你的娘。我们父女谈事情，有你什么事儿？老爷，你看，妍儿对我无礼。爹，如果您想和我谈娘的事儿，就请她出去。老爷，啊，夫人，我们父女有些话，你也不方便在场，你先出去吧。啊。妍儿，为父知道，你还在因为你娘的死怪罪我，可是谁也不想那件事发生啊。就说当初把你放到这别院，那也是出于无奈呀。无奈？就因为无奈，所以把只有6岁的我送到别院这里。就因为无奈，我从小就要面对无父无母的生活。就因为无奈，我失去了所有，而冉美玉却得到了我应该拥有的一切。妍儿，你也应该理解一下为父的苦衷啊。为父这么做，那完全是迫不得已呀。再说了，爹也没有遗弃你，还经常来这看你。你看，这现在的一切，不都跟当时在府上无异吗？无异？作为父亲，1年来不了5回。如果不是我今天要成亲，父亲大人，恐怕您今天也不会来吧。我不管你对我是怨还是恨，为父都希望你辞掉这仵作一职，而且今后不要再和那些不三不四的男人混在一起了，好吗？何为不三不四？我又何时跟这样的男人混在一起？你还敢说啊？那今天送你回来的那个男人，那不就是不三不四吗？见了我，连身份都不报，不知礼。您在乎的就是这个男人吗？您从我醒来到现在，有问过我为何会昏迷？我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吗？您可问过我身体是否安好？可想过我这个女儿在外面是不是受了什么苦？您没有，因为您自私。您在乎的就是那些繁文缛节的表面功夫，在乎的就是冉家的门房纲纪。你给我住口！我为什么要住口？就是这个男人抱我回来又如何？你为何不往好处想？为什么非要往作践处想？你为什么会这样？是因为女儿在你心目中，自我娘死的那一刻起就已经不复存在。闭嘴！那是什么？拿来！原来你到现
现在都没有放弃啊？一直在寻找你亲娘的墓。女儿找亲娘的墓，天经地义，理所当然。你寻找你亲娘的墓，那就是要兴风作浪。你娘她是自杀，与旁人无关。娘是不是自杀，不是您说了算的。今天爹不想和你吵架，你娘的事到此为止。但是这门亲事已经定好了，不能改变。就是你娘活着，她也得听我的。娘活着？您还希望娘活着吗？娘刚去世，您就把高氏转为正室，让她住进我娘的房间里，让她随便丢弃我娘的遗物。你可曾在意过我娘？可曾在意过我？您没有，您只在意您自己。我只是你稳固家业的交易品，您娶我娘只因为她家世能给你带来利益。你好，既然你认为我对你亲娘不好，我也不配做个好爹。好，从今天往后，你也不要认我这个爹，甭想从我这拿走一个铜板。我就当从来没有你这个女儿。娘子，疼不疼？老爷怎么可以这么狠心？他怎么能打你？从今以后，我再也没有这个爹。路漫漫其修远兮，吾教上下而求索。应于马于咸池兮，总于佩乎扶桑。想不到你手艺这么好啊！萧侍郎，大人见笑了，只不过是一些哄孩子的玩物而已。大人找在下，可是有事？哦，你们两个先下去，你们都先看书。本官想麻烦你，帮我刻一只狐狸。狐狸？没错，这只狐狸野性十足，傲娇自满，愣眉横眼，最喜欢……给钱！要验尸，先给钱！最喜欢叉腰骂人，傲娇自满，愣眉横眼。这气质怎么这么像冉娘子？什么冉娘子？哦，没什么，大人，我现在就给你刻。哟，此玉乃是波斯国进贡的上等好玉啊！三郎君果然识货呀！如此糊样，还真是像极了。哼！哎，丫头，我求你了，你师傅我就会收拾这点本事，你让我帮你找别的活计，我没那门路啊。你放过我吧，啊！老头，你说养我一辈子的，现在我没钱了，你得帮我想办法。不带这么讹人的，养你一辈子的应该是你那苏郎君吧？我才不想嫁他，所以不想嫁他没有男人养我。那你也不能拖累我呀。哎，我看这样，反正你也懂要理，干脆给人家看病，这样也能悬壶济世啊。你说的也有道理，不过我上哪找病人？找病人这事儿，哎呦！在下突发疾病，不知将恐甚，哪位灵医行行好，帮帮我！在下病重金拜谢。哎呦！说病人到，给你送钱来了。哎呦！喂，你是灵医吗？哪里不舒服？在下感觉喉中渐如梗状。哎呀！
哦。